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主角墙角被撬的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前情提要：小阿里和刃牙决斗被拒，但他本人却自信满满，立刻约了刃牙的女朋友烧江，并且一上来就跟人家求婚。烧江吓得不轻，好家伙，你这是不是太突然了？人家都有男朋友了。小阿里却丝毫不在意，他认为烧江作为女性，义务就是和这个世界第一的男性邂逅，因此他要和刃牙决斗，成为世界第一。说着还强吻了人家。我要是烧江，我高低也得给你一拳。什么东西？当然，烧江作为敢揍华山的姑娘，胆子当然不小，当场一巴掌扇过去，只是没有命中而已。说完，小阿里也不懂得和人家女孩子培养一下感情就走了。说实话，是真的搞不清楚，你到底是为了吊烧江而和刃牙决斗，还是为了刃牙决斗才撩人家女朋友？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小阿里开始到处抓格斗家决斗。第一个找上的就是色川，因为拳王2代名声在外，色川欣然同意。趁小阿里不注意，他就已经将木屐和眼镜扔了过去，然后瞬间拽住小阿里的手臂，随后手腕一转，将其狠狠摔了出去。小阿里惊讶不已，这和他认识的发源于欧洲的压制性摔跤不同，瞄准的是人体的条件反射。但即使这样，小阿里也不认为自己会输。穆罕默德的大宅里，第一季的那位记者还在采访阿里。过去在伦敦巨型的防卫战，阿里直到第3回合都没让对手布莱恩打中一拳，并且打出了2秒17拳的惊人速度。自从阿里隐退之后，再也没有能超过他。但是阿里却说有人比他更快，但是那个人不在聚光灯下，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小阿里。回到小阿里这边，他以快到根本无法防御的速度一拳挥出，就将色川击倒在地。第二天，烧江将他被求婚的消息告诉了刃牙，但没有说那人是谁。烧江询问刃牙的想法，刃牙却说这并不是他决定的事，他会感到不安，但是选择和谁在一起的是烧江。两人这边还在谈情说爱，小阿里已经又找上独步决斗了。小阿里完美的继承了阿里的拳法，仅仅2拳就将独步打倒在地。但是日本武士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打败？独步站起来，双手插兜，悠闲的让小阿里进攻。奇怪的是，不管小阿里怎么挥拳，和独步的距离总是只差一点。独步自始至终没有挪动过一步，但他的拳头就是无法命中。独步提醒他，是他的拳头主动避开了自己。如果将比试形容成剑道的话，刚才他们用的是木刀，那么现在用的就是真刀。两者本身的差距，小阿里下意识地缩短了进攻的距离。现在的战斗是生死对决，他的拳头并没有做好杀人的准备。不过小阿里迅速明白了过来，再次向独步进攻而去。他以极快的速度躲过独步的攻击，倾尽全力的一拳朝着独步挥下。大宅里，记者向阿里询问，被拳击手的全力击中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阿里没有回答，而是拿出一根铁管，让记者全力击打地面。因为反作用力，记者的手开始发麻。被真正的重量级选手打中，这种发麻的感觉会遍及全身，就是现在独步所体验的感觉。有100万只蚂蚁从脚下爬上来，整个人意识模糊，当场晕倒。那边刃牙和烧江还在谈恋爱，正当时机正好，两人亲亲的时候，小阿里突然冒出来要和烧江结婚，当着本人的面撬墙角。刃牙生气，不是小阿里要抢他女朋友，而是问小阿里是不是要惹怒他才要吊烧江的。烧江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。刃牙的恋爱观明显和别人不同，他和烧江的恋爱只是两人之间的约定，不关乎其他人，谁都可以喜欢烧江。烧江不需要被女朋友这一身份束缚，只需要选择自己想要的。如果他不喜欢自己，可以选择别人。这一出倒是把烧江给整懵了，还能这样？那行，明天就去找帅哥约会。说到小阿里挑衅完刃牙之后，就去找了刃牙他哥杰克决斗。杰克壮得跟牛一样，两人拳脚相交，你来我往。那边的记者还在采访阿里，问他能否重返擂台。拳击摧毁了阿里的健康，但是阿里却站起身，摆出拳击的姿势，对着记者来了一套瞄边输出，但是下一秒就累得气喘吁吁。很难想象年过60还伤病缠身的阿里能做出全盛期的动作。限时1分钟的话，他就还是世界冠军，因为摧毁他的不是拳击，而是他的儿子。而此时他的儿子小阿里正在被杰克毒打，杰克即使被击中2拳，依旧百折不挠的将小阿里抱摔出去，然后疯狂打脸。偏偏杰克还有一点强迫症，非要打到小阿里两边对称，明明根本打不过，但小阿里就是不认输，又爬了起来继续找打。2、3次以后，杰克对着他的脸一拳轰了过去，舌头都打断了，但是小阿里就是不认输，还觉得是杰克逃走了。第二天鼻青脸肿的去和烧江约会，话还没说几句就被突然出现的色川带到小树林里打架。本来小阿里以为是色川不服输，结果人家上次根本没动真格，掰断了小阿里的一只手指，就把他甩来甩去，撞在树上痛揍了一顿。等到再和烧江约会时候更惨了，结果这次又没说上几句就被独步叫走了。独步承认上次是自己输了，但是有什么关系？他只是想要再打一次而已。小阿里推辞自己受伤状态不好，但是独步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人生在世，难道每一次战斗的时候你都能保证自己毫发无伤吗？要说小阿里这个憨仔也真是经不起激，也不管自己手折了，就发誓要让独步跪地求饶，何必呢？憨仔。不出所料，小阿里握拳一拳下去直击独步，独步用额头抵挡，铁头居然一下就把小阿里的手骨折断了。随后独步也不惯着他，又是一拳干碎了他的指骨。
小阿里心里着急，挥拳也毫无章法，被独步专挑弱点打，腿也断了，脚也惨了，3两下把人孩子都干哭了。当然，小阿里身残志坚，就算是被打成残疾，恋爱也照谈不误。结果被对象说你不是个男人。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小阿里惊讶地发现他爹居然来了，而且要提出和他打一场。父子相见的第一面就要打架，这合理吗？5年前阿里输给了自己的儿子，于是他花了5年多的时间来让自己恢复巅峰。小阿里还想以自己受伤为由推脱，不过之前说了，这个憨仔经不起激将法，被骂了几句懦夫就冲了上去，然后就被他爹一拳打飞了。通过这一拳的威力，小阿里感受到了他爹的实力有增无减。果然，接下来几拳就把儿子打得倒地不起。原来阿里回来是因为他的超级粉丝德川联系他，说他儿子被人揍了，赶紧来领人。阿里问已经4连败的儿子要不要放弃习武，武术的世界只为争夺第一，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也生活在这种世界里。虽然小阿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给没他年轻强壮的父亲，但是他不会放弃。正巧此时德川上门表示要安排他和刃牙的决斗，问小阿里是否选择参赛。小阿里用日本最高礼仪答应了下来，刃牙也一反常态的没有拒绝这次决斗，但前提是要求小阿里恢复全胜。不知道是不是斗志的影响，医学奇迹发生，小阿里受的伤居然在1天之内全好了。哥，你可是骨折了，稍微尊重一点现代医学好吗？晚上永次郎找到了阿里，他浑身的恐怖气场差点吓得保镖夺门而逃。时隔30年的老朋友相见，永次郎一点也没有变，他们的儿子将在此决一胜负。阿里问起刃牙的实力，永次郎对刃牙的评价其实很高，他这个孩子是地表最强的人类之一。同时，德川找上了30年前和阿里在东京比赛的朱寿。等一下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被独耳割喉砸了半天，屁事没有？行吧，这也是医学奇迹。朱寿和阿里那场比赛堪称史上最无聊的拳击，因为比赛一开始，朱寿就躺倒在地，坚持了45分钟，一拳都没打出，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进入对方的攻击范围，就会被打败。阿里所使用的不是拳击，而是武术。30年过去，阿里一定更加强大，继承他衣钵的小阿里肯定会获胜。同时，笃定小阿里必胜的还有色川和独步。小阿里的成长就是他俩一手促成的。独步相信小阿里会在和刃牙的对决中将自己的武术进化到完美，而上演了一出医学奇迹的小阿里又去骚扰烧姜了。他会证明给心上人看，不管是最强的称号还是烧姜，他都会从刃牙手中夺走。今晚比赛即将开始，小阿里能否战胜刃牙，抱得美人归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